大家好，比特币今天再来聊一聊为什么顶部至少30万美元。所以奉劝一些空头不要随便去做空比特币。比特币涨了2年，做多难道不香吗？随便一笔从20K 做多，或者是50K 做多，或者是到75K 做多，你只要抱住大长线，有可能就是几十倍的财富自由利润。或者是等下来聊一聊狗狗币，感觉有一个看涨楔形的结构。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下方的这个哈希日本指标，等下再给大家寻找一些线索，为什么比特币的顶部至少30万美元？那或者我们观察比特币大长线的周期，要知道比特币历史上的上涨有可能动不动一轮牛市至少都是涨个几十倍甚至300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比特币这一轮上涨，很多人却是一直在做空。2年以来，有一大堆的空头在评论区或者是在骂我，比特币涨不上去啊，或者是比特币应该去做空啊。但是最终下来，从2万到2万5，到后面的这个50K，到这个位置75K，交易群上面是一路在做多，反正一路以来的利润目前都还是在爆。那我要跟大家讲啊，比特币这个东西，它自发明以来，就是针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定货币乱印发。现在是连美国都害怕这个东西，害怕加密货币，然后到这1-2年，美国现在已经是在拥抱这个加密货币。我就不明白那一些空头为什么跟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家都在唱多这个比特币，你们却在做空这个比特币。那要知道，比特币自发明以来的初衷就是要跟法定货币去作对，所以你想一想，法定货币是有多大的体量？想一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如果法定货币灭亡的情况下，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易，物跟物之间的价值兑换，有可能将来全部都是加密货币的情况下，那你认为这些加密货币将来会涨到多疯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这个哈希日本指标，为什么我认为比特币的顶部这一轮有可能至少会高于30万美元？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自2022年、2023年这个位置红色的线是产量减半，它在产量减半之前一般会提前1年上涨，涨到2024年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当时价格在7万左右或者是6万左右，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产量减半。然后我们来参考历史上的走势，比特币在2019年的底部是不是在产量减半之前它有一波上涨？那我们可以跟踪一下下方这条红色的线，是在2021年左右，对应比特币当时产量减半的价格，也就是减半之前比特币会有一波提前的上涨。然后我们去跟踪一下，就是这条红色的线，它对应产量减半之后价格的上涨，可以观察一下，从这个位置涨到后面$69,000的顶部，比特币价格是涨了多少？从这个位置你拉上去，它是涨了600%。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这个位置的底部，涨到比特币当时在2016年的6月份到7月份这个位置是产量减半，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周期？减半之前比特币价格上涨，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从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之后，虽然过程有一些下跌，但是你去观察一下，从这个位置比特币价格减半到后面的顶部，比特币是再涨了2800%。所以那我们参考历史的经验，减半之后比特币价格上涨，动不动都是5倍、6倍，甚至几十倍的上涨。现在的比特币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位置跟时间，你记住这一个点位啊，可以去观察一下比特币从这个位置涨到现在10万美金，
画高一点，目前就涨了60%。所以有一段时间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我估计不会是比特币的顶部啊。当然短期有可能比特币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盘整，而且日线它盘整感觉是已经突破了比特币的下降趋势。所以我是希望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有可能昨天提到的烂形是不是一个 ABC， 如果最强势的情况 ABC 结束，而不是那个12345，那比特币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直接就爆发？在今年底的时候，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会超过这个30万美元？因为参考历史的经验，你如果从这个位置6万去计算，2021年当时这个位置，比特币涨到顶部，它是涨了6倍。那这一次可是有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引领全世界要走向加密货币的未来。比特币如果我们从6万去计算，5630超过2021年的涨幅，比特币这一轮牛市，我是相信应该至少30万美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它这个位置几个高点，当然这个高点不看哦，因为比较明显的这几个高点，至少加起来有5个高点啊。它昨天一根 K 线已经在这个位置下降趋势都已经突破，或者是有朋友问我，最近的比特币下跌有量，上涨没量，那就是因为筹码集中在大多数那一些资金量体量比较大的机构上面，或者是有一些富豪买入以后他会去卖这个比特币嘛。所以你看到的一个现象，你可以看一下这根 K 线下跌，成交量是比较大，上涨不需要量啊，就是因为这个下跌的量已经被人给买走，所以短期这个下降趋势已经是突破。我的观点是，希望比特币这个位置可能前面是不是就是一个 ABC，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ABC， 价格趋势已经突破，我希望它继续展开12345。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群上面比特币短线的这个小组，也就是我记得是在2025年1月27号1月初的时候，当时比特币其实如果是在研究波浪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也可以自己去数自己的波浪，因为千人千浪。不过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你如果看到有这种大曲折 ABC 或者是三浪走势的时候，有些高点的位置，就比如当时在2015年1月27号的时候看到5浪的高点，是提醒朋友们周线里面它有一个5浪，虽然浪形不一定对，千人千浪，但是操作上理论不宜在比如说5浪，或者是甚至有时候3浪的时候都不宜再做多。就比如这一次比特币跌到10万美金，或者是它的日线是不是5浪，或者是不是就是一个 ABC， 也不宜去做空。所以在今年初的时候，当时判断有可能比特币怕回调啊，后面是提醒很多朋友，就是新资金的建议你要控制，不要搞太多。我包括朋友的一些资金，后面是跌到8万左右，反正是一路继续 all in。所以后面包括我们看一下，就是比特币价格跌下来以后，也是在价格多少7万5左右，通知朋友们，反正我在7万5左右是继续做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前面判断也不一定会准啊，不过也是跟朋友们讲，比特币我也是一直在反下跌。那现在狗狗币从 0.2 左右，价格又跌回到这个 0.7， 不过大长线我是希望朋友们还是继续看涨狗狗币哦。前面这个区间盘整，我相信有可能就是主力的建仓成本区，高点拉上来，现在价格回落，其实几个高点的位置，几个低点的位置，你连起来观察，感觉这个位置狗狗币下跌，有可能又是主力在清洗筹码。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